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包明说。这期话题啊，我们来评论一下美军太平洋空军司令谈的对华战争模式的问题。3月8号，美军太平洋空军司令肯尼斯·威尔斯巴赫在一次研讨会上表示，如果台海爆发战争，美国空军就要专注于击沉解放军的海军战舰。2022年8月，佩洛西参访台湾的时候呢，解放军把一部分战舰部署在台湾以东洋面，用舰载的防空系统实现了封锁，建立所谓的反介入区域拒止交战区。威尔斯巴赫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击沉他们。击沉解放军战舰不仅是太平洋空军的主要目标，而且将是所有参战者的主要目标。按照这位威尔斯巴赫司令的说法，美军的主要作战对象呢，是部署在台湾以东洋面，执行封锁台湾任务的解放军海军战斗群。这是符合美军的客观实际的。面对解放军的强大的防空力量体系，美军对台岛以西、台湾海峡以内的解放军的作战力量是难以有所作为了。毫无疑问，解放军部署到台湾以东洋面的舰队会面临非常严重的敌情威胁。长期以来，解放军呢，海空军也很少到这个区域去活动，主要是这个地方远离大陆，再加上台湾岛的阻隔，通信指挥和后勤支援都非常的困难，舰队基本上只能孤军奋战，靠自己的力量来实现防空、反导、反潜、对海对陆攻击。在过去解放军以驱逐舰、护卫舰为主要作战兵器的时候呢，的确不具备在这些地方实施战役级行动的能力。但是现在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解放军已经拥有了3艘航空母舰，拥有055大驱这样的海上多面手，防空、反导、反潜能力大幅度的加强，同时攻击型核潜艇部队的实力也得到了飞速的提升，可以在台湾以东洋面呢组织远海作战集群。这个作战集群呢，并不是完全孤立无援的，它可以得到部署在大陆上的火箭军、远程导弹部队的有力支援。因此美军要想出动水面舰艇编队阻击或者是打击解放军封锁台岛的舰队，未必就能实现目标。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空军似乎觉得自己的机会来了。空军呢，一般是不插手制海权的争夺的，因为这是海军的业务，把手伸到别人的饭碗里总是不礼貌的。但是从目前的情况看，美国海军航空兵可能真的没有能力靠自己的力量在第一岛链以西夺得制海权。于是呢，美国空军拥有的战略轰炸机似乎就成了独一无二的资源。美国空军介入海上反舰作战，在2009年美国防部发行的海空一体战初步概念中就已经出现，轰炸机不受反舰弹道导弹或者是远程精确制导信号导弹的威胁，可以比较自由地选择发射正位投射导弹。在讨论美国空军具体作战平台的时候呢，威尔斯巴赫把希望寄托在最新的 B-21轰炸机上。B-21是美国空军最新款的战略轰炸机，它虽然没有 B-2的体型那么大，但它的弹仓呢，为远程反舰导弹做了专门的优化。作为采用新技术的隐身轰炸机，它确实有更强的突防能力。所以美国空军对解放军海军舰队的威胁不容小视。面对美军咄咄逼人的好战态度，我认为大可不必太当回事。B-21轰炸机技术上再先进，它也要落地加油挂弹。何况它的机身体积缩小，载油量减少，作战半径还没有 B-2大。B-21前来亚太作战，要么从美国本土起飞，中途经过多次空中加油到达发射正位，要么从关岛起飞，执行完打击任务以后，经多次空中加油返回本土。美军必须在太平洋西部地区选择一个或者是若干个军事基地中转，或者是作为加油机的起降基地。没有这几个基地的地面保障，美国空军在亚太地区的作战能力归零。这些个基地，无论是关岛的安德森，还是冲绳的加手纳，还是韩国的群山、乌山，全部都在解放军的火力打击范围之内。我们倒是要看看美国空军有什么本事，在远离其本土1万公里的地方，在我们中国的家门口同中国人民解放军较量。我觉得可以明白无误地告知美军，
感动解放军海军的舰艇，美国3军在亚太地区就找不到1寸安全的立足之地。好，这句话题我们就评论到这里。